什么？给我弄了一个官位？你给我下来！像什么样子？我有哥哥，我有姐姐，为什么要我去上班？那叫上朝，是圣上恩典。这跟死了爹娘有什么区别？呸！老夫还活着呢！我命苦啊！谁知道穿到了这个驾宫朝代？好消息是，这里女子能科举做官；坏消息是，大部分女官都是吉祥物，或者嫁人就辞职了。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当咸鱼啊！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上叔府千金的样子？爹，既然朝廷女官都嫁人辞职了，您就当我也嫁了吧。胡说八道！现在朝堂上负责记录会议、负责辅助史官的女官要嫁人了，职位空缺，除了你，我想不到别人。为什么是我？我何德何能？何德何能？给你摸着良心问，这京城里还有比你更厚颜无耻的吗？哼，别的大家闺女琴棋书画，你呢？天天搬个小马扎混在婆子堆里听墙角。东家长，李家短，你比那些长舌妇还清楚。你不去当这个记录员，简直是浪费天赋。我那是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少废话，这官你是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不然……救命啊！强迫劳动啦！亲生的，不能打死。但这丫头现在的德行，想嫁人简直是痴人说梦。这职位是个闲差，说是辅助史官，其实就是去当个吉祥物。等混个几十年资历，圣上看在没有功劳也有苦功的份上，总能保他晚年无忧。我这也是操碎了心啊！爹，你就是偏心，凭什么哥哥姐姐不去，非要我去上班？你还好意思提？你哥哥今年若是考中，便是少年才俊；你姐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京城闻名，嫁人无忧。你呢？你能考功名吗？能，我能嫁人。只要爹爹你给我选一个人，我马上就可以嫁。只要是老爹选的，人品肯定没问题。嫁过去换个地方继续当咸鱼，完美。好人家我不忍心让这混世魔王去祸害，差人家我又不能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这简直是个死局。算了，你还是准备去当官吧，好好干，争取干一辈子，这样你也算有着落。以后哪怕我和你娘不在了，让你兄姐多照看你一点便是。系统，你说老头子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去上班呢？这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比较看重吧，也可能是你真的比较懒，他们怕你饿死。宿主，放宽心一点，本系统选中你也是因为你懒啊，不然怎么可能选中你？在这茫茫人海之中，你就是那天选的吃瓜的角。我怎么感觉你说的不像是好话呢？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其实全家人早在7天前就能听到林默和那个系统的心声了。起初以为自己疯了，后来才发现是这丫头的问题。小女有个系统，好生有趣，不妨让她来做宫上的记录员。还坐在地上干什么？爹都已经走了，你就算再撒泼打怼也没用，不如好好听话，明天跟着爹去上朝。哥，你要是今年考中了，是不是也要上朝了？自然，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丫头眼神飘忽，肯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以后咱们家3个人一起上班，难受啊！哥，我以后要是早上起不来，麻烦你过来扛我一下。得了，这家伙真的没救了。父亲还让我看看需不需要安慰，安慰个鬼！他连以后起不来让人扛着去上朝这种事儿都想好了。童子啊，你说我真的要去吗？我真的干得来这个活吗？那个皇帝是不是头脑不好？为什么要我去？也就是个人行录音笔，再怎么样都行吧。
不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不会去上班的。这就是牛马的地狱。宿主，你认真的？这都要半夜逃走了，你也太夸张了吧？刚刚好像有什么声音，是我听错了吗？这个时间段，墨儿应该早就睡了。这丫头从小习惯就怪，喜欢一个人待着，连睡觉都不让丫鬟守夜。每次喊人的时候，那一嗓子粗犷的跟个男人似的，也不嫌累。早就猜到你会逃了。我恨这该死的默契。老夫直接安排人守在这里，就是确保你半夜不会再次逃走。你们这是对我有多了解啊？你就放心走吧，你哥哥和你爹爹对你的了解程度比你想象的更深哦。放心吧，如果早上你要是无聊，我就给你爆瓜吃，绝对让你每天的生活过得精精彩彩。臭丫头还不起来！要去上朝了。皇上下位吗？没下位别叫我。老爷，千万要看住墨儿，别让她在朝堂上睡着了。你们说，你们妹妹真的能干好这个差事吗？难说。难说。你们就不能安慰我一下吗？也给你们妹妹一点信心，她其实也不是那么不靠谱。苍天啊，大地啊，我好困啊！我不想去上班，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天都没亮。宿主，习惯就好了，也就是站几个小时而已，你就好好的当个吉祥物就行了。素子，我不想站，要是能找个地方坐下就好了。你看那些老头子，每天站那么久，难怪一个个腿脚不利。这要是能听见就奇怪了。默默，稍微忍一忍，我到时候给你找瓜吃，有瓜吃，早朝就不难熬了。只要这系统说的瓜不要太爆，说话用词稍微委婉一点就行。哎，宿主，你看，路边那个轿子，那是礼部侍郎家的。听说那外室以前是那个谁的相好。哇哦，刺激！还有吗？还有吗？还有那个谁，吏部的王大人，他以为那孩子是他的，其实是他弟弟。这是一个都不放过，能不能聊点正经的？到了。李大人，小女就麻烦大人照顾了，赶紧带走吧。再听下去，这满朝文武的底裤都要被扒光了，老夫的心脏受不了啊！林大人不用多礼，令千金挺和我眼缘，以后就要一起共事了。大家都是同僚，也不谈什么照顾不照顾。多谢李大人。走吧，林边秋。是，李大人。
万不可！若开了此例，国库何以支撑？百姓疾苦，岂能坐视不理？你是什么教的？怎么不讲话？李大人，要不我帮您记点儿？不必不必，老夫习惯了，你且看着便是。童子，有什么大瓜吃吗？好无聊啊，这班上的我想睡觉。有，还是皇帝的大瓜哦。朕的大瓜？朕能有什么瓜？完了，无命休矣，全族休矣。皇上的瓜是能随便乱吃的吗？这里这么多人，你就不能随便选一个祸害吗？今日之事，诸位爱卿都听到了。快说快说，我就爱听这种高端局。你别看他现在这外面龙袍穿得光鲜亮丽，其实里面的麻布里裤都是破的，这都已经缝了3次了。操，好穷啊！难怪每次皇上赏赐都是赏些什么天下第一查克4的牌匾，我之前还以为是皇上文雅重名声轻力度。原来纯粹是因为穷啊！这该死的童子是怎么知道朕献库的事情的？还有这林家丫头，听到这种事怎么一点都不害臊？罢了，不用选风水宝地了，估计很大可能会暴尸荒野。之前皇上总哭穷，还以为是借口，没想到连谢库都缝了3次。这是真的穷啊！看什么看？朕穷还不是因为国库没钱，朕还得拿私房钱往里贴，朕又没有外快，不就只能从牙缝里省吗？不过有一说一，你们这个皇帝真的是个好皇帝，虽然穷了点儿，但是其他方面都非常不错，比我之前见到过的那些皇帝好多了。那是。咱们皇上心胸开阔，能允许女子科考做官，这份思想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哼，算这精怪有点见识。既然他见过不少皇帝，还夸赞朕，说明朕这皇帝当得确实不错。皇上，臣有本奏：齐王世子仗着自身身份强抢民女，霸占良田，甚至杀害无辜百姓。此事绝对不能姑息。是啊，皇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齐王世子此举实在太过分，京中民怨沸腾。哦，来活了，来活了！这种纨绔子弟剧情我熟。混账！哎呀，我操！李大人，你拉我一把不行吗？非得用脚踹，很痛的好不好？唉，造孽呀！摊上这么个闺女。皇上，齐王世子乃是齐王唯一的血脉。当年齐王护卫边疆，因战受伤，后因暗伤复发，不幸亡故。对于他留下的唯一子嗣，臣认为还是要慎重对待，以免寒了边疆将士的心啊。臣不敢奉诏。
处罚一个有罪之人还要顾虑这么多，这也真的是笑话。大清亡了都没这么腐朽。哼，这天下是父皇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又不是他齐王的天下。这邻家丫头话糙理不糙，我呸！还什么因暗伤复发亡故，那是骗鬼呢。齐王分明就是死在了女人的床上。好啊，原来不是因公殉职。若是真的，那齐王府这些年的荣宠岂不是骗来的？朕竟然被一个死人耍得团团转。童子，别停啊，详细说说，把经过都展开讲讲。李大人，此事你怎么看？哎呀，王大人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嘿，他和齐王之间那可是有点不清不楚的个关系。好刺激，好刺激！齐王表面上在边疆守卫，实则日日吃喝玩乐。真正带兵打仗、守卫边疆的，其实是信王。信王那条腿，就是替齐王打仗时伤废的。信王，那个总是沉默寡言的弟弟，原来当年他说腿是摔伤，竟是替齐王顶了罪。若真如此，朕必须昭告天下，好好补偿他。齐王身体垮掉，根本不是因为打仗，而是用在其他地方，而且只要是个人就不放过。护国将军年轻时也是个英俊男儿，齐王看着喜欢，就顺手把他留在身边做事。皇上！吃瓜吃得正爽呢，哪来的不长眼的打扰？你们动手前好歹提醒我一下。咦，我刚刚好像听到了有人在讲话，难道是我听错了吗？皇上，微臣以为江南水患之事刻不容缓啊！是啊，皇上，边关粮草也需即刻筹备。原来没被发现啊，吓死我了！都怪那护国将军乱叫。大家这不都在讲话吗？人家正如火如荼的商量国家大事呢。你到底还要不要吃瓜呀？要，必须要。当然要啊，不然罚站多无聊。童子，快继续说齐王和护国将军的事儿。这护国将军为齐王做事后，那叫一个兢兢业业。那时齐王和护国将军天天在一起讨论战事，只不过嘛，好景不长，齐王和护国将军不在同一处。护国将军常年在边疆风吹日晒，皮糙肉厚了，很快就慢慢的淡了下去。安能长久啊？这老货也挺惨。这就失宠了？那他为什么现在还这么护着齐王？该不会是脑子不好吧？好了，但不管了，后续呢？快说后续。虽然失宠了，但齐王给遣散费了呀。不仅一路提拔他，还亲自给他指婚娶了媳妇儿。当然，那个也是齐王的。好家伙，这度量，朕自愧不如。这帽子戴得不仅稳，还挺乐呵。最炸裂的是，他对齐王余情未泯，甚至有时候夫妻俩还会一起去陪着齐王呢。哦，对了，他夫人生的那2个儿子都不是他的，全是齐王的。这人脑子真没毛病吗？那他知道儿子不是亲生的吗？知道啊，他还开心得很呢，因为2个孩子性格像齐王，他觉得这是老天给的机会，爱屋及乌嘛。将军且慢！想在老夫面前晕过去，没门儿。瓜还没吃完，不许晕呀！不知不觉都这个点了吗？下班啦，下班啦！啊，这么快？护国将军的瓜还没吃完呢，真扫兴。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上朝时间过得这么快，简直意犹未尽啊！好啦，今天的能量收集的差不多了，反正齐王和护国将军都不是什么好鸟。
你们国家国库不是穷得叮当响吗？我看了一下律法，直接抄了他们两家，钱不就来了吗？这俩货犯的罪够抄家灭族好几回了。对呀，真怎么没想到，这可是送上门的肥羊啊！唉，我就是个吃瓜的小助理，这事儿我可管不着。不过既然有人提了，估计皇上也会去查吧。哎呀，等着吃瓜就好。完了完了，这是要兴师问罪了，林家要亡啊！今日之事，诸位爱卿都听到了。臣等听到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关于那个声音以及林家丫头的事，谁若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传扬出去，臣等遵旨，必守口如瓶。这谁敢说啊？但这全殿的人都听见了。想完全保密难啊！林爱卿，带你家闺女回去吧，好生看着。谢主隆恩，谢主隆恩。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真是冤孽啊！事情就是这样，皇上虽然没怪罪，但勒令百官平口。这么说，墨儿这算是过了明路了。既然皇上都不怪罪，那咱们还担心什么？这是好事啊！好事？你是没看到今日朝堂的场面？这成何体统？太丢脸了！真是太丢脸了！那个死丫头，吃瓜就吃瓜，为什么要吃朕的瓜？现在满朝文武都知道朕连底裤都穿破洞的了，朕的威严何在？皇上，那是否需要把之前的那些换掉？皇上以前那些裙，连屁股蛋子都兜不住了。换吧。送都送来了，不要白不要。毕竟，朕现在还没抄家，穷着呢。只要抄了齐王府，国库就能充盈了。到时候，朕也能富裕一点儿。还有那个林默，朕派暗卫试探过，他身上竟有一种看不见的保护机制。凡意图伤害者，皆无法近身。此女果然不凡。唉，明天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根本起不来啊！既知起不来，为何此刻还不睡？睡不着啊！你看这夜晚的时间多美好。拿来睡觉岂不是浪费生命？再说了，白天我也睡够了，现在精神正好呢。本系统友情提示：现在是现代时间凌晨2点。再不睡，明早早朝你就等着完蛋吧。若是像上次那样，差点一头栽下去，可就丢人丢大了。说的也是，既要熬夜，又要保证明天能上班，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你这是要什么？那边可是你爹娘的院子，你都这么大人了，该不会想挤进去跟爹娘睡吧？能不能有点数？想什么呢？谁要跟他们睡了？我这是在门口打个地铺，只要睡在门口，老爹明天一出门肯定会绊到我，或者不得不把我叫醒，这样我就绝对不会迟到了。完美，晚安，系统。二小姐这是中邪了。嘘，主子的事儿少管，但这操作确实不像正常人能想出来的。你要是再打呼噜，就滚去偏房睡。夫人，我没打呼噜啊。你听，我都醒了，这声音还在，怎么可能是我？不是你，那是谁？你去外面看看，是不是守夜的下人偷懒睡着了，让他们回去睡，吵死人了。那个不开眼的奴才，大半夜扰人清梦。大人晕倒了。我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糟心宿主呀，摊上这么个糟心女儿，林家也真的是够惨。那个玩意儿醒了没有？睡得跟死猪一样。赶紧把他给我弄醒！大晚上睡在我门口，是想吓死我和他娘吗？好家伙，这是打算醒来连衣服都不用换，直接去上朝是吧？哥，你干嘛呀？你还知道我是你哥？醒醒！我还要上朝呢，你这时候吵我睡觉，等会儿你帮我去上班吗？你知不知道上班很累的？还上班很累？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看你把咱爹给吓的。哎呦，系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全家人都在开家庭会议吗？你爹娘被你呼噜声吵醒，你爹开门一看，被你这头驴给吓晕了。虽然本系统没有带过其他宿主，但我敢断定，你绝对是我统生中遇到过最糟心的宿主，没有之一。那个爹，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吓你的，这不是晚上失眠睡不着，又怕第二天上班迟到吗？所以我才想着在你门口打个地铺。怕迟到和睡在我门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着早上爹你去上朝的时候，一开门就能看到我，顺便就把我带走去上朝了呀。这叫人工闹钟逆向操作法，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你看，我连朝服都换好了，省时又省力。胡闹，简直是胡闹！今天念你是初犯，我就不追究了。以后你要是再干这样缺德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知道了，爹。看来以后不能在门口打地铺了，得换个更隐蔽的地方。所以你还是没有放弃打地铺的想法是吧？要是让我带着这丫头去融入那些贵女圈，天哪，我的人生怕是都要变成灰色的了。林家世代簪绫，怎么就出了这么个活宝？爹，时辰不早了，该上朝了。哈哈哈哈哈！这林家小丫头实在是太好玩了，她是怎么想出来的？把地铺打在她爹娘门口，她就不怕把那老两口给吓过去？回皇上，听说是小林大人晚上睡不着，又怕第二天耽误早朝，这才出此下策。怕耽误早朝？朕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人。
林爱卿那个古板性子，怎么养出这么个活宝女儿的？不对，林爱卿年轻时候追林夫人，好像也是挺不要脸的，后来才慢慢装得沉稳了。这丫头随根儿，皇上圣明。唉，可惜朕那3个皇儿都成婚了，不然朕真想让她来给朕当儿媳妇。皇上，您是认真的吗？那位小领导人大人唯恐天下不乱，要是真嫁入皇家，皇宫岂不成了大戏台？到时候哪还有什么皇家秘辛？只要被他知道，全天下都知道了。以后上朝不听国事，全改听皇家八卦了。到了朝堂上，你给我安分一点，知不知道？别再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你才是王八，你全家都是。不对，这小混战是我亲生的，不能骂全家，骂全家就是骂我自己。哎呀，林尚书到了呀！小林大人来了没有？尚书大人可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可不是嘛？听说尚书大人家里的大公子和大小姐也是人中龙凤，尚书大人真是好福气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呢？我家那几个全是来讨债的。哎，果然个人有个人的命啊！你们没事吧？大早上抽什么风呢？公事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们对我这么热情。别装了，不就是想听八卦吗？原来是这样，那您家里几口人呀？嫂夫人平时管得严不严？几个孩子都多大了？嗨，家里那口子3个孩子，大的那个……宿主别问了，人家底裤都快给你问没了。我觉得你是干错一行了，你适合去当包打听。人家好好的跟你聊个天，你把人家家里的事情全部都给套出来了，有这样聊天的吗？靠，我怎么把什么都说了？这不是他们主动和我聊天的吗？童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性格，聊天不聊八卦，那还有什么灵不灵魂？不过这位大人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听他的描述，好像是个妻管严。你不要乱说！我怎么可能会是妻管严？我可是一家之主！宿主，你这能力是真的厉害，真不愧是在各大丫鬟婆子中锻炼出来的。人家千金小姐从小都是学习琴棋书画，你从小就是背着个小马去听八卦。哪里，过奖了。这琴棋书画，京城中的千金小姐基本上都会，我总得玩点不一样的吧，这样才能够显现出我的不同吗？不同，确实是挺不同的，这简直是离谱，丢脸，实在是太丢脸了。明明是那小混账丢脸，为什么我也感觉这么尴尬？怎么还不上朝？今天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上朝啊，这么快的吗？我们好像才刚到啊！快个屁呀，快！老夫都快煎熬死了。启禀皇上，关于江南水利一事。咦，今天护国将军好像不在了。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会议记录助理而已，每天处在这儿发呆就行了。臣也查出了一些隐情，还请皇上过目。荒谬，简直比那天鹰昨日所言还要荒谬！朕堂堂一国之君，竟被一个死人骗了这么久，在边关却全安在了那个混账齐王头上。皇上，晋王殿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如今真相大白，也该是时候为他找回公道了。脑子里一团浆糊，
好像今天处理的事情就是昨天那个瓜吧？对了，系统，你不是说信王的腿受伤了吗？那他的腿还能治吗？他可是为国家征战的大英雄，要是真的残疾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确实，若信王才是真英雄，那样的栋梁之才若是废了，岂不是国家之憾？当然可以治啊，其实就是一些陈年旧伤堆积在一起的问题。他的腿当时断了的时候没有接好，齐王对他又不好，自然不可能派好的医师给他，这才导致耽误了病情。这就奇怪了，堂堂王爷受伤，皇上也不管的吗？我记得皇上不是这么冷心冷情的人啊。皇帝当然是个好的，当初他还特地派了最好的太医，搜罗了最好的药材送去边关，只不过全部都被齐王那个坏种给昧下来了。信王就算是知道，也无可奈何。那个太医回来之后也不敢声张，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医，怎么斗得过王爷？而且当时齐王如日中天，收拾他简直是小菜一碟。后来那太医回来没多久就告老还乡。至于现在的治疗方案嘛，骨头没有接好，就只能打断重接了。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得医术极其高明且有丰富经验的人才敢动手。唉，果真是好人没好报啊。那个齐王一家子荣华富贵享尽，信王却被欺压了大半辈子。皇上，齐王府利用皇室身份无恶不作，欺世盗名，残害手足，还请皇上严惩齐王府，特别是齐王世子。信王殿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一定得好好讨回来呀！还好我在膝盖上面绑了棉花，不然这一下扑腾跪下去，膝盖非得碎了不可。齐王府和护国将军之事，即刻交由大理寺彻查。至于信王，这么多年的委屈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慢慢来吧。靠！谁在前面放屁了？这个味道忒冲人！这丫头简直是情绪毁灭剂。兵部侍郎放的屁，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贪嘴吃了一把炒豆子，这个屁自然就格外醇厚。早知道早上就不吃那个该死的炒豆子了。咦，现在怎么没人说话了？该不会是大家都闻到臭味了吧？宿主，这有个兵部侍郎的大瓜哦，你要不要听一听？有瓜不吃那是傻瓜，肯定得听呀！完了完了，要是不放这个屁，是不是就不会被这小祖宗给盯上了？众爱卿平身，意下一下。嘿嘿，兵部侍郎的小妾跟他的管家偷吃了。哇哦，这种出轨瓜最香了，快展开说说。赶紧说，赶紧说，怎么偷的情的？这管家长得很帅气吗？我看兵部侍郎也是一个帅大叔啊，难不成他家的管家长得比他好看？论样貌，朕还是比兵部侍郎略胜一筹的。那个管家长得贼眉鼠眼，肯定没有兵部侍郎好看啊。但是谁让兵部侍郎忙呢？他天天早出晚归，即便回了府，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正妻院子里，而且他还有3个小妾，这一分摊，其他人见他面的时间自然就不够了。那个小妾就是因为寂寞难耐，才和管家勾搭上的。至于为什么没被发现，那是因为兵部侍郎太爱工作了，一回到家和夫人聊的也是公事，这老两口简直就是工作狂与工作狂的结合，厉害了！想不到这世上居然还有人真心喜欢工作，要不把我这个职位也让给他吧，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多舒服呀。看来是朕派给兵部的差事太多了，若非朕压榨太狠，或许他家这丑事也不会发生。不过我就搞不懂了，既然没时间，为什么要纳这么多小妾呢？他这么喜欢工作，妻子也和他志同道合，干嘛非得纳一堆摆设？真的搞不懂。可不是兵部侍郎主动要的，都是他老母亲塞的。老太太很不喜欢侍郎夫人，动不动就使绊子，
这偷情的小妾原是老太太的贴身丫鬟，是老太太做主抬成了姨娘，给儿子添堵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摊上个拎不清的长辈，真是造孽啊！唉，果然古往今来，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婆媳关系。此话不假，想当初太后在世时，为了把后宫大权，没少跟皇后起冲突。太后不是朕的亲娘，总想往宫里塞她的娘家侄女、外甥女。其实长辈有时候真的不应该插手小辈的房里事。年纪大了，好好的养身体、养天年不行吗？非得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是说好的老人。若是摊上个脑子不清楚的，那真的是祸害一家人。这个道理你们都懂了。虚空幻听。唉，最惨的就是兵部侍郎了。那个小妾还怀了孕呢，他家老夫人知道后，简直把那个小妾捧在手心里。自己儿媳妇生的正经孙子不喜欢，偏偏喜欢自己儿子被戴绿帽子的产物。搞不懂，真的搞不懂。爱卿啊，这件事情朕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不过朕觉得，你首先得处理好的是你家老夫人。臣明白。老人家嘛，年纪大了，该养老就养老，就不要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后宅的事情就让他少掺和。朕记得你夫人贤良淑德，她管理后宅，你应该可以很放心。臣知道了，这件事情臣一定会处理好的。处理好了和朕说一下。父皇，您这不是往人家心口上撒盐吗？人家家里的丑事儿，您就不要掺和了吧。大哥此言差矣，怎么能叫掺和呢？父皇这叫关心臣子。二哥说的没错，他要是连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怎么处理国家大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得了，全家就我一个是正经人。李公公，那事儿要是有后续了，也告诉我一声。是殿下。你这个混账玩意儿是想干什么？小莲还怀着孕呢，那是我们家的骨肉。娘，以后家里的事情你就不要掺和了。夫人管家挺好的，你就安心养老吧。这个贱婢，她肚子里究竟是谁的种，她自己心里最清楚。家里的赢了私酒，还在眼皮子底下筑台暗扯，这传出去简直是滑天下之大桥。娘，若不是您一味纵容他，把持着中妇，不让夫人插手，他一个贱籍妾室，怎么敢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丑事儿？虽然今日这脸是丢尽了，但好在发现的早。若不是林家那丫头当众揭破，我这顶绿帽子怕是要戴进棺材里，还得替别人养一辈子的野种。这点上，还得谢谢他。你要是真对我好，为什么不让我做正妻？你不是一向不喜欢魏氏那个女人吗？为什么不让大人休了她，扶正我？当个姨娘有什么好？说到底还不是个伺候人的奴才。只要上头有正事压着，我就永远出不了头。我生下的孩子也永远是低人一等的庶子。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下贱身份，居然还妄想当正妻。你只不过是个奴婢，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买回来的？要不是我，你现在指不定在哪个窑子里受苦受难呢。我把你带在身边将近10年啊，就是养条狗也该养出感情来了吧？你居然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拿什么跟他比？
你就算是做姨娘，那也是锦衣玉食，府里另外2个哪个比得过你？你过得比寻常百姓家的正头娘子还要体面，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这简直是养了一头白眼了。这小莲莫不是失心疯了？在这个府里，大人宽厚，夫人仁慈，日子多好过。就是，唯一难伺候的就是这老，只要熬到老太婆西去，这日子就是神仙也不换。庶子又如何？那是尚书府正正经经的主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生个儿子能科举从军，生个女儿也能凭着老爷夫人的宽厚寻个好人家。哪怕是庶出，正经人家也不会送女儿去做妾。这小莲真是昏了头，当初老爷纳妾又没强逼她，如今倒嫌弃起姨娘的身份来了。母亲，够了，她还怀着身孕呢。依本朝律法，男女通房者流放千里，直接把他们送官吧。流放？夫人，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您把我发卖了吧，卖去哪里都行，求您千万不要让我被流放啊！发卖，想得美！拖下去。那管家和小莲被拖去见官了，这辈子怕是回不来了。那老太太怎么办？这事归根结底是她的责任，要不是她当初乱点鸳鸯谱，把个丫鬟硬塞给儿子，哪来今天这些破事？兵部侍郎这次也是狠了心，打算把这老夫人送回老家去，说是让她颐养天年，其实就是软禁。你说这人是不是作死？在儿子身边有丫鬟伺候，被供得像老祖宗一样还不满足，非要作妖。现在好了，回了老家，族老们可不会惯着他。他这次差点混淆了家族血脉，那可是大忌。在老家他辈分又不是最高的，落到那些古板的族老手里，哼哼，有的他受了。以后相看姑娘，不仅要看姑娘本人，还得看家里的长辈。长辈若是个脑子不清楚的，哪怕姑娘再好，这亲事也万万结不得。自作孽不可活呀！哼，看来这兵部侍郎倒不是个糊涂虫。朕最不喜那种愚孝之人，名为孝顺，实则害人害己。陛下圣明，此事您提前知晓，倒省了侍郎大人明日特意来禀告了。朕听到的和他亲自说的那能一样吗？明日还是要让他自己说说。不过把那作妖的老夫人送回老家，他府上往后应能清静许多。你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大半夜爬屋顶？什么叫什么时候？我一直都是个文艺少女，好不好？心中有景，哪里都是舞台。嘿嘿嘿。此情此景，真是唯美，太唯美了。小姐这跟文艺二字，怕是不沾边吧？那上面是什么？咱们家什么时候养猴子了？那屋顶上怎么有只猴子在跳舞？父亲，那不是猴子，那是您女儿。然而，她这是在屋顶赏月作诗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然而虽喜诗文，但以前也没这般豪放啊。您仔细看看那个动作，那个姿势，您觉得然而做得出来吗？那是墨儿，他在上面撒花呢。他又要
情！大半夜不睡觉，爬屋顶干什么？这要是摔下来怎么办？这要是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快快快，过去看看！月亮，你真美呀！你美的就像是一个大饼，看起来就好吃。怎么样？我林墨可是有大志向的，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林墨的厉害。素子，我这诗做的不错吧？这叫体验派、生活派诗人，返璞归真。你开心就好。既然没有文采，就不要硬秀了，好不好？这传出去，老夫的脸往哪儿搁呀？如果这也是诗，那我寒窗苦书写的那些算什么？幸好这丫头不用考科举，就这大饼水平，若是去了考场，考官怕是要被气得当场辞官。快，叫人上去把他弄下来！宿主别闹了，你爹和你大哥脸都黑了，赶紧下来吧！我偏不。好不容易明天休沐，不用上朝，连休3天，我要狂欢，我要让他们见识我的经世文采。爹哥，既然你们来了，我就以你们为题，再赋诗一首。我是你。不必了，墨儿，你好生留着你的文采吧，别念。你们的头真圆哦，好像一个大皮球。这林家二小姐简直是个活宝，这任务比守着御书房有意思多了。快记下来，头圆如大皮球，一字别漏。我必让皇上也乐一乐。哎呦，我的天！赶紧想办法弄下来啊！这要是摔下来，不断胳膊也得断腿。夫人以为我不想吗？你看他现在听得进人话吗？我听得进。你说话啊！既然大家都在，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月下独舞，飞天！不要！不要！荡秋千了！我的天哪！你要作死，别带上我！我还是个新生系统，我还没活够啊！哎，这该死的束缚封印了我，不然我定能给你们表演一个原地飞升。还飞天是吧？我看你现在怎么飞！既然不想睡，那就别睡了。爹，我错了。哎呦，不行了，真的是太乐了，头圆像皮球。这林家有了林墨，这日子过得是真热闹啊，朕都有些羡慕了。我从来不知道作诗可以这样做，也不知道跳舞就是从房顶上面跳下来，还表演飞天，真是笑死我了。来，把这件事情传出去，让大家也乐一乐。正好这3天不用上朝，众爱卿在家里怕是会无聊，这事儿正好让他们开心开心。犹如斯文。宿主，
醒了？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吗？荡秋千喽！你昨天差点就把自个儿的小命给玩完了。我是想带着你和我一起吃瓜，不想让你变成别人吃的瓜呀。为什么你就不提醒我一下呢？为什么你就不提醒我一下呢？实在是太丢脸了，没法做人了，没法做人了！我没提醒你吗？从你刚开始喝酒我就劝你，后来你爹你娘来了，我也提醒了你。哎呀，墨儿，你不能再喝了，你是越劝越起劲儿，拉都拉不住。二小姐，大人、夫人还有大少爷、大小姐都在饭厅等着呢。你要是再不出去，他们就要亲自过来了。我不吃了，你去告诉他们，我不吃了。二小姐，事情都发生了，躲着也没用呀，咱们不如光明正大出去。反正您就说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不就行了？气都气饱了，还吃什么饭？哎呀，消消气，消消气，又不是什么大事。我觉得你昨天那事儿还没有你在你爹娘门口打地铺丢脸呢。那能一样吗？咋不一样？你脸皮不是挺厚的吗？人活一世，图个自在，怎么现在反而不自安上了？主动丢脸和被动丢脸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打地铺我有心理准备，我知道自己在干啥，可喝醉之后的事，那是未知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反正你让我自己一个人缓一缓吧。夫人，二小姐说，她说不吃了，想一个人静静。啊？为什么？奴婢不知。不用再去叫叫。反正一顿不吃也饿不坏人，他是成年人了，又不是几岁的小孩子，饿了自然会自己找东西吃。咱们吃咱们的。亲王殿下，这么多年的委屈，终于昭告天下了。是啊，殿下，皇上金口玉言，说会尽全力治好您的伤。如今太医们都在为您想办法呢。还有那齐王府和护国将军府，现在已经被抄了，搜出来的金银财宝、稀世珍宝不计其数。哎，哼，这帮蛀虫，这么多年不知道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现在国库空虚，皇上穷的连自己的内裤都做不起了，他们居然敛了这么多钱财，享受着荣华富贵，却一点不为百姓着想，被抄家也是活该。等等，殿下，你刚才说皇上连自己的内裤都做不起了？内裤？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殿下，你有所不知啊。殿下，之前皇上整天跟我们哭穷，我们都以为他是装样子。毕竟一国之君怎么可能缺钱？后来因为一些事儿，我们才发现，皇上的龙库居然真的是有洞的。还有，皇上不是特爱赏赐臣子牌匾吗？我们原以为这是皇恩浩荡，为了让臣子流芳百世，结果查明了，皇上赏牌匾纯粹是因为穷，除了木头牌匾，别的他也赏不起呀。原来你是这样的皇兄啊！这也算是另类的深藏不露了。王爷，近期朝堂上关于林墨系统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你们说的这都是认真的？居然还扯上了那些东西。若是真有那些东西，世间那么多坏，为何不遭报应？你们也是朝廷命官，满腹经纶，子不语怪力乱神，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哎呀，王爷，那个系统它不是鬼神，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吃瓜神器。吃瓜？吃瓜的意思就是看热闹。那林墨虽是林尚书之女，却是个不思进取的。林尚书怕她饿死，才给她谋了个官。
谁知现在这小林大人每天带着那系统满朝堂看热闹。对对对，皇上的内裤是他说出来的，齐王和护国将军的罪证是他吃出来的。哦，对了，最近还爆出来一个兵部侍郎小妾偷情的瓜呢。你们的生活过得是不是太精彩了点儿？咱们早上上朝究竟是在商讨国家大事，还是在集体拼墙角？是啊，王爷，这事儿千万得瞒着林默，他只当自己在心里嘀咕，根本不知道我们能听见他的心声。我提前跟您通气，就是怕您以后上朝说漏了嘴。是啊，万一他说漏了，以后去哪儿听这么多好玩的事儿？而且殿下您看，最近因为抄了齐王和护国将军府，国库瞬间就被填满了。我们几十年了，那是头一回见着回头钱呐。没错，以后要是再有贪官污吏，直接把小林大人派过去当场吃瓜。咱们既能听戏，又能惩治贪官，还能充盈国库，这简直是一举三得。信王看着这群兴奋的大臣，又想到皇兄拨给军队的巨款。军饷绝对不能断。看来皇兄这次是真的把钱用到刀链上了。真是天佑我曹啊！我窝囊了这么多年，为了妻儿避其疯狂，不敢在这个没有母家靠山的朝堂上出头。王爷，如今齐王府连根拔起，这暗无天日的日子总算是看到头了。哎呀，这3天的假期怎么过得这么慢？若是以前，我是巴不得多休2天，可现在这一天不上朝，浑身都不舒服。看着丈夫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无奈的翻了个白眼儿。行了吧，谁不知道你是去干嘛的？是为了去商议国事吗？分明是去拼墙角的。夫人不懂，这叫体察民情。体察民情。真不知道那位林夫人什么时候把林默带出来走动走动，也让我们这些内宅妇人跟着吃瓜一下呀。李半半，你说今天这丫头会吃谁的瓜？朕倒是希望她多吃几个贪官污吏的瓜。你是不知道，看着那一箱箱金银财宝搬进国库，朕心里有多舒坦。朕上位以来，还从未这么富有过。世子已被抓，还顺出那么多齐王的爪牙。人都死了，还留下这么多耳目，难不成是想给他儿子留着？这天下可是朕的天下。不过还好，如今尘埃落定，朕总算是个有钱的皇帝了。李公公看着开心的皇帝，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心酸。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真是没谁了。皇上，既然咱们有钱了，不如把您这穿在里面的内衫换换吧。内裤虽然换了新的，可这内衫补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实在是太旧了。换什么换？朕觉得挺好的。衣服嘛，就是要穿软了才舒服，还能穿呢，别浪费。得，就算有钱了，也改不了这抠门的德行。各位同僚，皇上，你们看瓜就看瓜，别盯着我看啊，我慌啊！哎呀，造孽呀！我一个堂堂史官，大半辈子了，居然要在早朝上干这种叫人起床的活计。
大哥，你说他是怎么在上朝的时候睡过去的？而且还是站着睡。你问姑，姑问谁去？姑也是第一次见。在朝堂上面睡着，估计你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了。啥？我睡着了？怎么办？怎么办？皇上该不会把我的砍了吧？朕是那么残暴的人吗？朕可是明君，因为打瞌睡就砍头，朕还要不要名声了？林默，你倒是胆大，居然敢在早朝睡着，你可知罪啊？知罪，知罪，臣知罪。臣不该在早朝的时候睡觉，不该在睡着了之后没站稳倒下。重点错了，你后面那句话可以不用补充，知道你自己不该睡觉就行了。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不睡觉啊，而且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不会睡，只能够努力控制下一次睡觉不倒下了。笑什么笑？憋住！这丫头完全就是个滚刀肉，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真拿她没办法。行了，念你初次犯，就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再犯了。杖责30。臣以后绝对不会再犯的，臣一定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倒下的，一定苦练站着睡觉的技巧，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倒下的，一定苦练站着睡觉的技巧。毁灭吧，累了。小林大人，赶紧起来吧，这地上这么凉，对女孩子家的身体也不好。系统，我怎么感觉这三皇子特别像笑面虎呢？口蜜腹剑的那种，他是不是想要算计我呢？愤怒！你才笑面虎，你全家都是笑面虎！我不就多余关心你一句吗？不太聪明。得了，这下全天下都知道朕的小儿子脑子不太行了。系统，你怎么知道这个三皇子不太聪明呢？警告！警告！宿主智商过低。他到底干过什么事情啊？也没干过什么大事，就是他5岁那年不想上学堂，想学后宫妃子装病，但他模仿的对象是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的妃子。结局是黑历史也是分爱处罚，所以妃子呕吐，他也跟着呕吐；妃子难受，他也跟着难受。那妃子去找皇帝说肚子里的小孩在踢他，三皇子也跑去找他父皇，摸着肚子说小孩在踢他。父皇，你看他又踢我了。哎呀，我忘记了，你是皇帝，不能随便出宫的。下一秒钟他就被打屁股了。那年他5岁。这到底是什么喜剧人？想装逼有很多种装法，为什么非得学人家装怀孕？
你说你装感染风寒不行吗？非得装人家怀孕？哼，当年那一跑进来，朕的茶直接喷了李公公一脸。不过多亏了他，朕才查出那个妃子假孕争穷。系统，除了这件事情，三皇子还做过什么不聪明的事情吗？正在搜索，请稍后。他应该做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吧？干嘛要吃我的瓜呀？这里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选中我？早知道我刚刚就不多那个嘴了，悔呀！三皇子的心思你别猜，三皇子做的不聪明的事情多着呢。他6岁的时候学画画，那天代父教他们画乌龟，他直接画了一个王八，而且还画上瘾了。后来每次做作业，他也不写自己的名字了，就拿王八代替。每次交作业，太子和二皇子都是乖乖署名，就他在署名那里画了一个王八。所以他这是把自己当王八是吗？还有呢，他7岁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尿了床，但是他又怕被人发现，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铺盖和二皇子的换了，还恶人先告状说二皇子尿床了，但是他没有换自己裤子。大家就看着他穿着湿漉漉的裤子，义正言辞地指责二皇子尿床。我就说当时怎么觉得不对劲儿，那会儿被指责，我还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尿了。现在想起来，你一转身那屁股全是湿的，你就算要陷害我，能不能先把赃物藏好啊？证据都在你屁股上呢。林默看着三皇子挺拔的背影，眼神彻底变了。我收回刚才的话，这背影看着都透着一股不太聪明的气息。本来还以为是个深藏不露的笑面虎，结果是个憨批。还有呢，他和三皇子妃的相遇也特别奇特。三皇子妃是将门之女，性格大大咧咧没心眼儿，三皇子一眼就相中了人家。但是三皇子妃喜欢的是身强力壮、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儿，三皇子生得太秀气了。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有阳刚之气，就天天跑到三皇子妃面前打拳，结果搞得三皇子妃以为他是过来挑衅的，然后2个人一见面就打架，一见面就打架。这种追人的方式，古往今来都从来没有见过啊！三皇子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有你这么追人的吗？也难怪人家以为你是过去挑衅的。那三皇子到底是怎么把三皇子妃给追回来的？按照他们这一见面就打架的情况，这追回来的方式应该也很奇特吧？其实也不是很奇特。有一次打架，三皇子妃不小心下手重了，把三皇子打骨折，然后三皇子就借机赖上了人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着人家的大腿哭诉，说自己以后残了没人要了，非要让人家负责。三皇子妃看他实在可怜，就答应和他过日子，他就这么得到了三皇妃。看什么看？方法没错，至少我把人娶回来了。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管他呢。他们干嘛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讨媳妇用点心机怎么了？
开心就好。不行了，不行了，我得睡个回笼觉。在吃饭前不用叫我。还睡什么回笼觉呀？要不要我们出去转一转？其实京城里也有很多瓜的。系统正在加载中，京城里的瓜可能比朝堂上面的瓜还要精彩呢。赶紧出去转一转吧，赶紧出去转一转吧，也好让我收集一下能量。你又没有干什么活，每天就是杵在那里，有什么累的？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我没干什么活？吃瓜也很费脑细胞的好不好？你就让我睡一会儿吧。等我吃完中饭，再带着你出去逛一逛，顺便把我大姐带上。我大姐经常出去参加宴会，到时候看下午谁家有宴会，带你去逛一逛。好耶！宴会一般都是事故多发地，又有瓜吃喽。你不是我爸爸。宴会是事故多发地？什么？给我弄了一个官位？不对，怎么感觉越想，发生的事情还真的挺多的。他还说要去郊外踏青。什么？你说他今天下午要出门？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出。现在京城里想打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很多官员怕他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肯定会找机会下手。虽然皇上说派了人在暗处保护，但难免百密一疏。在家里还有护卫和暗卫，一般人进不来。我也知道爹娘不会同意，可等会儿我要怎么拒绝他呀？突然不让他出门，总得找个合理的借口吧。那个林大人、林夫人。那个，我们已经查过了，小林大人身上的那个系统的事情，它有防护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小林大人。就连我们都不敢太过于靠近小林大人，所以你们就放心吧。那你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干嘛不说？看戏是吗？其实不去宴会上面也可以，我带你去街上逛一逛，有时候别人家里的八卦也挺好听的。就不能两个都要吗？咱们先去宴会，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去街上逛一逛，两全其美啊。也不是不行。不过今天好像是谁家的宴会来着？好像是长宁侯家小姐的宴会吧。我和她不怎么熟，不过她和我大姐的关系不错。宿主还真的让我查到大瓜了。就是长宁侯小姐的大瓜，她举办这个宴会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赶紧说一说。我自会跟你们解释清楚，但现在不太好说，等去了宴会上面再和你仔细说吧。对着当事人说，能量更足，而且你听的也更有代入感。好像也是，反正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我们想听呀。你们去参加宴会，我们又不一定去。万一到宴会上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不如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吧。你下午不是还要读书吗？这就叛变了。一道去拜访长宁侯。要不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
正好我跟长宁侯夫人也有点交情，去参加宴会的夫人也不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挺无聊的，不如去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所以你们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是吧？你们都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想去看看热闹呀。居然莫名觉得有点激动。以前我最和那些贵女们打交道，没想到这一次正式和她们打交道，居然是去吃瓜。想不起来，好一个貌美如花的快看，那就是林默。嘘，皇上可是下了旨意的，心里知道就行，别乱说。他来这儿干什么？难不成这个宴会上也有瓜吃？原本聊着诗词歌噪的公子小姐们，此刻心里都燃起了熊熊的八卦之火。比起平时家里长辈说的朝堂政事，还是这种现场直播更有吸引力。宿主，准备好了吗？咱们要开始切瓜了。任务目标，让沈玉燕为你神魂颠。你妹妹来了，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也好让我好好准备准备啊！我对她好奇很久了。那也得我有时间呀。今天的瓜就是跟你有关的呀，千万别是什么坏事丑事才好。果然，这种宴会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来的人都是俊男美女啊，这应该就是一场高端的相亲宴吧。本来被夸还挺开心的，结果紧接着就是相亲宴。怎么好好的，从你嘴里说出来，档次瞬间就低了呢？林青，俊男和美女结合生的孩子自然好看啊，而且又被精心养着，这要是不好看就奇怪了。对了，长宁侯小姐的瓜你还要不要听？要。不是，怎么吃瓜吃到我身上了？想不到大大咧咧的长宁侯小姐身上也有瓜呀！长宁侯夫人现在正准备给长宁侯小姐找夫婿，她相中的是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那个侄子吧，在外面的名声还不错，年纪轻轻也中了举，所以长宁侯夫人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干脆两家亲上加亲，女儿嫁到自己娘家也不会受什么委屈。听你这么说，该不会是那个侄子有问题吧？怎么都喜欢亲上加亲呢？近亲结合容易生出畸形儿的。
难怪有些人家生出的人总是容易奇怪。有关系的表亲最好不要在一起，容易影响下一代。居然会有这么大的隐患！是了，难怪李家的那个孩子生下来就……难道是因为他们是表兄妹？是因为近亲结合导致的。居然是近亲结合导致的！这个林墨怎么知道的？应该是那个神仙系统告诉他的吧？那肯定是真的了。我只是想给女儿找个知根知底，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夫婿，千挑万选才选中娘家侄儿，怎么会变成是在害她？任务完成，获得奖励。是啊，所以最好不要近亲结婚。更何况长宁侯夫人这个娘家侄儿吧，长得人模狗样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渣。你说她不仅经常出入烟花场所，还在外面养了外室。那个外室已经给她生下2个孩子了，这事儿瞒得死死的，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瞒着父母，所以他这是打算骗婚是吗？太恶心了吧！有些男的真的好恶心啊！也不知道在场的这些有几个人渣。不是，看我们干嘛？那个人渣是他，我们不是啊！到底是哪个坏了我们的名声？还好更妾没换，亲事未定，否则真是把女儿推进火坑了。他竟然是这种人，我还觉得他是个良配。知人知面不知心。宿主放心，在场的公子们人品还是不错的，不要因为极个别的人，这个个别叫做柳轩。对，我们是好人。柳轩，记住这个名字了，以后离他远点。你赶紧继续说吧，看看那个渣男还有什么更渣的操作。确实还有更渣的，他打算把长宁侯小姐娶进门，等她怀孕了之后，再把外室的事情捅出来，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长宁侯小姐肚子里又有了孩子。一般为了孩子，大部分女人都会吞了这口气的。我呸！干了什么呢？我呸！柳轩虽然对他不错，但他已经不满足于此了。柳轩和长宁侯夫人生下第一个后，他的心气就养大了，所以他还搭上了柳轩他爹，也就是长宁侯夫人的二哥。这2个孩子，大的是柳轩的，小的是其他人的。也就是说，柳轩现在养的这2个，大的这个是自己的亲儿子，小的这个他也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这个外室有点厉害啊！果然渣男自有天生。感觉心里突然畅快了，是怎么回事？渣男活该，喜当哥啊！二嫂这话比我欠你。皇上，您是不知道啊，这外面的人都玩出花来了。朕是真的没想到，这外面的人居然玩得这么花呀！长宁侯夫人的父亲是柳翰林吧？他那个二哥也在翰林院当差。这柳家世代清贵，那父子俩长得板板正正，平日里就在朝堂上死板得很，说话能把人气死。没想到那小柳翰林长得挺老实，行为却一点都不老实。陛下圣明，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何止不知心，简直是乱伦。
也不知柳家要怎么处理那个外室，一个是孙子，一个是儿子，乱，实在是太乱了。陛下现在听林默的瓜，简直比听戏还上瘾。每天不论政务多忙，都要听这一出。宿主牛啊！刚才那800句不带重样的骂人话，简直让我大开眼界。我就说你可以的，和你一起骂人太爽了。我要给你发一个最佳回邮奖。我也算是真正了解到了，这就叫出口成脏。哪里，鸡糟物六。我这就是会一点骂人的皮毛功夫而已，跟那些真正的大家比起来，还差得远呢。这还是皮毛？那我们要是什么？刚学会说话的婴儿吗？还有，出口成脏是成语吗？哎，林兄，你小妹在家里是不是经常骂你们呀？看她这骂的挺熟练啊。胡说！你妹妹才骂人呢，我小妹平日里最温柔不过了，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大哥，你这滤镜大概有城墙那么厚吧？别说，这长宁侯府的东西做的真精致，味道也好，没人敢来跟我搭话，正好落个清净。待会儿走的时候，能不能打包2盒回去？我也想去吃瓜呀！我也想去柳家看看那对父子怎么收场啊！为什么偏偏我是世子？为什么我要留下来招待客人？各位，招待不周，大家吃好喝。宿主，别光顾着吃，长宁侯夫人他们杀过去了。我现在就给你转述柳家那边的战况，快说！父子局开始了吗？宿主，长宁侯夫人厉害啊，她也不说是去抓奸，随便找了个由头就杀过去了，实际上是抓住了确凿的证据，直接上门算账。我仿佛已经能看到柳家的下人们每天开开心心的帮我干活的画面了。好，就是要这样，冲进去把那个渣男打死，往死里打。这林小姐看着柔柔弱弱，心里怎么这么暴力啊？不过听着确实解气。姑姑，表妹，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柳轩行得正，坐得端，清清白白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外面养别人？简直胡闹！姑姑，你不承认没关系，来人，把人都给我带上来！姑姑，你不承认没关系，来人，把人都给我带上来！人证物证俱在，我府里的下人亲眼看到你出入某条巷子，一时好奇跟了上去，结果呢，看到你进了这女人的院子，还没进屋就开始动手手脚。那院子里还有2个孩子，张口闭口叫你爹，这总不可能是乱叫的吧？怎么可能？我去找妖娘一向谨慎，怎么会被人跟踪？郎君救我！怎么是他？这女人不是说自己是个寡妇吗？怎么变成我儿子的外室了？混账东西！你说，你认不认识这女人？那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也不用在这演戏给我看，我知道您想干什么，无非是想在我面前做做样子，
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明确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绝不可能善罢甘休。刚才我说，让人盯着这女人的院子。二哥，你猜，除了轩儿，后来我又在那院子里看到了谁？你，您身体硬朗着呢，别在这儿演晕倒的戏码。这女人不仅勾搭了轩儿，跟二哥也有受为，父子俩跟同一个女人不清不楚，还弄出孩子来。哼，柳家这回可是要成京城最大的笑话了。宿主绝了！柳轩和长宁侯小姐的婚事彻底崩了，那个外室直接被打包送走了。至于那两个孩子怎么了？虽然本系统知道孩子是谁的，但这年头又没 DNA 检测，那个外室直接被打包送走了。至于那两个孩子怎么了？虽然本系统知道孩子是谁的，但这年头又没 DNA。柳家这种人家最重血脉。那两个孩子被送到庄子上去了，少爷是当不成了。柳家顶多保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平平凡凡过一生吧。其实衣食无忧已经很不错了，普通百姓还得为生计奔波呢。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安稳过一辈子没问题。也是没办法，谁让他们摊上这么个娘？要是那外室不贪心去勾搭柳二叔，血脉也不会混淆，下场肯定比现在好。在这滴血认亲又不科学，这两个孩子算是被亲娘给坑惨了。柳家世代清贵的招牌，今日算是彻底砸了，成了众人眼中的笑柄。长宁侯府虽然是被牵连的冤大头，但这瓜确实吃得让人撑。你这个好妹妹，可真是把柳家给毁了。柳家还有两个没出阁的姑娘呢，名声全让你妹妹这一嗓子给败光了。这毁的可是人家一辈子。杨安县主这话从何说起？毁了柳家姑娘的是柳轩，是他们柳家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关我妹妹什么事？你还敢狡辩！任务发布，阻止林然退婚。再者，我妹妹与那什么系统的对话，皆是在心中所想，从未宣之于口，是你们自己听到的，没人逼着你们听。若此事不暴露，毁的就是长宁侯小姐的一生。怎么，县主可怜柳家的姑娘，就不可怜长宁侯小姐吗？我若没记错，长宁侯府与县主您也是沾亲带故的吧？放肆！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县主的身份是令尊用性命换来的，您更该谨言慎行。如此嚣张跋扈，若是连累了令尊身后的清明，到时候后悔。林然被谢玉晨的母亲警告了，说他是个不祥之人，让他离谢玉晨远一点。林然气得不行。这个疯婆子在这里闹事，是生怕林墨不知道他那些烂摊子吗？居然敢打我大姐，你找死！我爹娘都没打过我大姐，你居然敢打她！你非撕烂你的脸不可！对，就是这样，用力，左右开弓，别停！敢打我妹妹，你活得不耐烦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啊！三位姑娘赶紧停手吧！没错，君子动口不动手。宿主，
动口咬他！太凶残了，感觉妹妹完全不需要我帮忙。在下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女子，更是第一次见这般打架的。不管用什么黑猫白猫，赢了才是好猫。你打我大姐一巴掌，我打你一顿，这一回，咱们算是扯平了。若是你以后再敢动我大姐一根头发，我保证让你比今天更惨。宿主，你刚刚真的是太帅了，简直是帅破天界！一般一般，世界第3。这还是第3，第1、第2怕是没人敢排吧？这疯劲儿谁招架得住？我的胸好痛，肯定被他给咬破了。仙主，你以后还是少招惹林家姐妹吧。这林墨如今受皇上看重，身上那个系统又古怪至极，皇上摆明了是护着他的。若真出了事，皇上护的肯定也是他。不招惹了，以后我再也不招惹他们了。我的天爷呀！我从未见过如此彪悍的女子。原本以为阳能县主的脾气已是极致，没想到和小林大人一比，县主还是稍逊一筹啊。我倒觉得这位小林大人不错，他从不主动惹事。若非阳宁县主打了林大小姐，小林大人也不可能动手。确实，阳宁县主那脾气早该改改了。林大小姐身份也不低，她竟当众打人脸面，这般嚣张跋扈，若再不收敛，迟早惹出大祸。我说你怎么就直接动手了呢？你看你把人家给打的。他父亲毕竟是功臣，哪怕不认可他的所作所为，也得顾及他背后的家世与先人颜面吧？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是他先打我姐的。反正以后不能再做这种事了。给你姐姐讨回公道有很多种法子，你偏偏选了最容易起冲突的一种。你现在是官，动手打人会落下把柄。日后若有人想算计你，定会拿此事做文章。说就说呗，反正我也不想做这个破官，在家里待着挺好的，天天起得比谁都早，往那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谁爱上这个班谁来上。这事儿真怪不了妹妹，主要是那个阳宁县主太过分了。况且您一直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就算是有人追究也不怕，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是他先动的手，事情都过去了，就别提了。感觉真挺爽的。宿主，你要说是屁话，说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要真等上10年，那就得憋屈10年。既然能当场报仇，凭什么受着嫌弃？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难怪咱们能搭档，原来是心灵相通啊！我去心灵相通，这歪理倒是一样。默默，任务发布，协助林墨获得林府的认可。好。本来这家伙做事就有头没尾，全凭心意。根据我的分析，现在又多了个
跟他三观一致的系统。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听说在林府宴会上，小林大人跟人打起来了。可不是吗？听说精彩的很。哎呀，我怎么就没去呢？下次只要是有小林大人去的地方，咱们一定得提前去。得占个好位置吃瓜。在别人的宴会上打架，还动口咬人家的胸，我简直不敢想那个画面。大人，冷静，冷静点。这事儿真不怪二小姐，是杨宁县主先动手打了大小姐，二小姐才反击的。不管谁先动手，怎么能在宴席上打人呢？而且手段如此下作，君子动口不动手，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老爷，其实当时有位公子也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然后呢？然后那个系统就让二小姐动口。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吗？宿主，你说这书里的小姐是不是脑子有病？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跟个穷书生私奔。这书生读了多年，也就是个秀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凭什么让漂亮姐姐喜欢他呀？因为这些话本都是书生写的啊，他们在现实里不得志，就把最渴望的东西写进书里，意淫一下千金小姐爱上落魄才子的戏码喽。真讨厌，全是套路，还不如出去吃瓜呢。我说，你还不准备睡吗？急什么？这才是艺术。关掉！你不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看看这画工，多么香艳！女子妩媚多情，男子风流倜傥。虽然尺度大了点，但这剧情线多完整啊！比那些清汤寡水的画本好看10000倍。关键是有肉，大大的肉。在现代看书，这也和谐，那也屏蔽，限制太多了。哪像这里，简直是一遍遍刷新我的三观。只有一个字：绝。那你看完之后可得把东西藏好一点，要是被你爹娘和大哥大姐发现了，一顿毒打肯定是免不了的。知道了，知道了。看完这一册我就睡。
王爷，您的腿伤刚接好，太医都说要静养，怎么就来上朝了？是啊，王爷，以后日子还长，不急于这一时。若是落下后遗症，可怎么好？腿已无大碍，况且坐着轮椅，也不许我自己走动。来了，那是林尚书。什么？这位小林大人果然不同凡响，居然到皇宫了，还敢这么睡觉。上朝！皇帝身体抱恙，赐座。众爱卿不必拘禁，无需拘礼。新闻上亮，上香功劳吧！我不服，你这是强词夺理。这就叫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我怎么越来越感觉这些朝廷命官吵架跟街上的那些泼妇没什么两样呢？就差互相拽头发了。那是国家大事，不是鸡毛蒜皮。我也这么觉得。你看前面丞相的牙，菜叶子都还粘在上面呢。他是打算留着当中午饭吗？李爱卿，这是怎么了？赶紧转过身来，让我看一看呀！谁愿意看你的后脑勺呀？警告：检测到宿主试图泄露机密，系统强制干热。难怪有一抹绿，还以为丞相镶了翡翠牙，原来是菜叶子。你们三个有毛病啊！这么盯着人家的嘴巴礼貌吗？造孽啊！打不得，骂不得。丞相大人，你要不张开嘴让我们看一看吧？我们也正好告诉你那片菜叶子在哪个位置。不用了，谢谢殿下。启奏皇上，西域近期战乱频发，意欲寻求大周庇护，特遣派一位公主前来和亲。据悉，此女乃西域第一美女，但臣以为外邦女子不宜嫁入皇室。传说中的西域美女，系统听到了没有？居然有一个西域美女要来！西域美女都能歌善舞哦，而且大多是混血，大眼睛、高鼻梁、长卷发，超级好看的呢。这次来的还是第一美人。听到这一人一桶猥琐兴奋的语气，众臣原本严肃反对的心情莫名消散了些许，反而生出一丝荒谬感。不过，这个西域美人被送过来，可不仅仅是和亲哦。她是过来给皇帝戴绿帽子的。
林默丝毫没察觉周围气压变低，满脸写着求知欲。来来来，仔细和我说一说给皇上戴绿帽子是怎么回事？这西域第一美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瓜？大殿内一片死寂。这瓜大着呢，她是怀着孕过来的，而且怀的还是他兄弟的孩子哦。西域有种秘制粉，沾上一点就能让人意识混乱，到时候就能顺理成章给肚子里的小家伙上户口了。这西域国王的脑子真的没问题吗？他确定是过来寻求庇护，不是过来拉仇恨的？文武百官在心中疯狂点头，这简直是把大周皇帝当冤大头啊！宣德帝端坐龙椅之上，脸色青白交加，表情精彩纷呈，仿佛吞了一只苍蝇。哦，西域国王不知道这位公主怀孕了，不然当然不可能把她送过来啊。他是真心实意想要寻求帮助的，只不过这位公主和她的皇兄早就搞在一起了。关于这位公主，我还知道一个秘密，这位公主知道自己怀孕后一直在遮掩，后来得知要被送来和亲，居然还松了一口气，真是令人不齿。是啊，可以让他们多送一些这类东西过来，到时候把种子全种上，造福百姓呢，这不比什么美女香吗？今天的事情你们都听见了吧？臣等听见了。一切都按林默和那个系统说的做。那个什么公主让他原路返回，居然想让朕带。皇上圣明，那西域寻求庇护之事，刚刚林默和系统提到的那些东西全部记下来，告诉西域使臣庇护可以，但是得拿这些东西来换。微臣遵旨。还有，到时候派几个懂农桑的人跟着使团过去，把我们大周没有的种子全部带一份回来，少一颗都不行。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嘿嘿嘿，说是废物吧，有时候还真挺有用，救了皇室颜面，还献了2种良策。嗯，可说是挺有用吧。爹，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是不是觉得你女儿我今天特别好看？我就是多余在这里看她，纯属浪费时间。林尚书远去，这个王延进
真是岂有此理！